风，不对呀！在未成义时，天子有意让你留在长安，那明显是要重用。可如今怎么只让你保护大将军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啊？那凶禽可有线索？天子将此案交给了雍州府，我就更不知道了。现在唯一的线索是，鸡翅公从那凶禽身上摘下来的羽毛。哎，这个像，快看！拿来我看。我虽之前没见过此鸟，但先前听你们描述，就曾怀疑过是乌燕鸟。这羽毛倒是跟前人所记对上了。你们看，此鸟体型巨大，脖子处像秃鹫，但却是红色的，黑色的双翼上有红色的火焰纹。没错，和你说的一模一样。这乌燕鸟当就是那志怪笔记中所记载的鸭民国之王。鸭民国是什么国？在传说中，人世与幽冥之间有一鸭民国，国之中央有棵巨树，河尾有上百里那么粗，树上栖息着亿万只凶鸟，最厉害的就属这乌燕鸟了。传说中的凶鸟现世，苏无名，你有点故弄玄虚、危言耸听了吧？虽出现在传说中，但世间亦有此鸟。亦有，肯定不在我大唐境内。它产自于何地？此鸟独产于西域之西的阿摩挪。可是高宗时期被灭掉的那个小国。正是，乌燕鸟是阿摩挪的国鸟，其嗅觉极其灵敏，且喜食甜味。只是，这鸟虽凶残，但没有食人记录啊。哎，我说我动不了了，你们就不理我呀？聊什么？让我也听听啊！我的费老神医呀！啊，这次你不仅救了大将军的命，还冒死独享金桃美味，舍命引来凶禽，并薅下一根毛，让我们有机会辨别其来历。您老可真是老当益壮，屡立新功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苏无名，你这话好像在讽刺我呀？哪有讽刺，全是恭维。樱桃可交，不像苏无名，一肚子坏水，全无怜悯之心。哎，不过说起来，这几天之内，根塘县就打了个来回，这可够快的。樱桃女侠，辛苦了啊！是啊，多亏了樱桃，他一眼就看穿了那个赌徒骑长的破绽，使得此次甘棠之行甚是顺利。多谢啊，女侠。哎呀，主要是那骑长的破绽也太明显了，这我若是看不出，不是枉走江湖。那个什么，刘十七，他的脸真的被扒了吗？是啊，这些阴阳商人真是太可恶了。阴阳商人是干什么的呀？就是做死人生意的，专门买卖人的头发、人皮，甚至是骨头。要我说，当以盗墓贼论，个个该千刀万剐。对，千刀万剐。只是那刘十七，生前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自己那张邪恶的脸，被卖到了长安，居然袭击了当今天子。
卢县尉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魏成义，既是无燕鸟，不可能从阿莫罗直接飞过来。我怀疑那个养凶禽之人，藏身之处就在魏成义附近。还有，那个半路劫杀你的蒙面人，用的是凤翅鎏金镗。此兵器并不常见，多用于驻扎边疆的军种，必须得查清楚。你不能去。天子既命你保护路童，你就该回大将军府。此案诡异，那凶禽2次在我眼前伤人，我岂能坐视？我以私人主簿之名，陪你一路西行，虽千难万险，却也有幸见证了你范阳卢氏的坚韧不拔。如今天子有诏，重回长安，卢凌风必为大唐的江山社稷奋力一搏，豪言壮语犹在耳畔。可如今你才回来，就已经搅进了朝堂之争，你难道不知道这是最忌讳的吗？我当然知道。那你还自己去给公主报信儿？身为人子，关心母亲的安危视为孝，这无可厚非。只是那杨内侍老辣狠毒，一不小心你就落入了他的圈套，以致天子猜忌。事已至此，你就回到路童身边，尽护卫之责，且寸步不离。那案子怎么办？交给余兄。苏无名，你乃一介白衣，他们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案子交给你啊？你刚才说的很对，但也都是废话啊！现如今，只有尽快查明真相，抓到元凶，才能让天子和公主之间的误会解除，才会让天子重新信任我。只要你插手此案，天子就不会信任你，甚至会给你招来杀身之祸。速回大将军府，记住，此案不管进展到哪一步，你皆不闻不问。唉，就算为兄求你了。这案子毫无进展，没什么可说的呀。是啊，哎呦，那杜长史，我可真替你捏把汗呐！怎么，就因为一只鸟，天子还能把我这雍州长史罢了官？不是没有可能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是说啊，最重要的是，杜长史您是谁的人？我早说过，我杜明是大唐的人。哎呀，是，咱都是大唐的人，但要细分起来，您仍算是太上皇的人。毕竟您当年曾经供职过相王府。我的杜长史啊，眼下风云莫测，弄不好哪天天子心情不悦，就把你给撤。有什么话直说吧。苏某不才，愿替杜长史分忧，协助雍州府尽快探破此诡案。用不着啊！岑志死了，死在进宫的路上，而吃了金桃，只要不离开公主府，就安然无恙。还有恶鸟在魏成义，更是根本不袭击卢凌风。苏明，哎，我虽不是嫡公弟子，但我也不是傻子。这案子用得着查吗？我是查公主府，还是查卢凌风？你以为天子什么都不知道？别再来添乱了。走吧。
我儿已回京数日，魏承义护驾立下大功，没有封得一官半职，给一个瞎了眼的陆童做护卫，这不是摆明了要藐视我吗？这错在天子？错不在他，莫非在我？那岑挚可曾背叛公主？恕苏明多嘴。吃过公主赏赐的金桃，且唯一离开公主府的便是岑挚。作为公主府典君，被凶禽所杀，公主却未过问，这朝堂上下该怎么想啊？他们怎么想，与我何干？哼！岑挚为了救我，丢了一条胳膊，忠心可嘉。他死后，我命人用金银抚恤，却找不到家眷，哼，可惜了。不说这些，也不能让你白来。我请你吃桃，康国的金桃。桃我就不吃了。怎么，怕跟岑挚一样？我苏明是真的怕死，关键是我要是死了，就没有人能替卢凌风洗清冤屈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康国金桃是卢凌风自西押送而来，那袭人的凶禽大抵也是西域之物。卢凌风察觉那凶禽伤人和金桃有关，所以马上到公主府报信，并亲自保护公主的安全。而您大摆金桃宴，一连数日安然无恙，天子能不怀疑？让卢凌风住在大将军府保护陆童，那都是借口。如今卢凌风他已命悬一线，我看他敢动我儿。是，公主势大，天子一时半会儿他不敢，但若不查明真相，还卢凌风清白，他迟早会被罗织罪名，冤死。你闭嘴！难怪你苦口婆心的，是来讨官的吧？我许你大理寺卿，即刻上任。公主，不能开这种玩笑。你是觉得我没有这个权利？不是，公主想让谁当大理寺卿，我相信那个人一定能坐上那个位置。可如今苏明白衣之身，您一下给我一个3品官，官太大了，那程序走来走去的，麻烦。此案正处关键时刻，若不及时探破，必错过良机，恐成永远的谜案，也无法让卢凌风摆脱嫌疑。而至今，雍州府在此案上毫无进展。此案交给杜明了。正是。那个废物，哪里会探案？可说呢。即日起，我任命你雍州府刑狱博士。博士，听着很新鲜啊。那就对了，我大唐仅有经学博士、医学博士等各种博士，也不差多一个刑狱博士。你直属雍州府，即刻上任，督察恶鸟伤人一事，我自会向太上皇禀明。苏明多谢公主。那本博士可有话要问了？问。那凶禽真不是您养的呀？即便不是您养的，多少跟公主府也有点关联吧？要不然崔相吃了金桃，为何在公主府一待多日？苏明，给我跪下！
苏无名，你自诩清高，也接受这邪风观？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这个博士连个正经八百的官儿都不算，何来邪风之说？不算官？当然不算。这不是公主急着要破案，令我来监督你们雍州府，给个名头而已。哦，既是这样，那雍州府便没俸禄啊？哎，我说你这就有点欺负人了吧？哎，你愿意破案，青史留名，这点委屈还受不了啊？况且不给你俸禄，是本长史的态度，这态度是给上边看的，所以还请苏博士体谅雍州府和杜某的难处。你可真行！来人啊！在，叫武参军来。是。司法参军武文斌，拜见苏博士。武文斌，苏无名是嫡公弟子，曾探破过参天楼、成佛寺等鬼案，你可曾听过呀？那是自然。苏博士大名鼎鼎，吴某能在您的督导下探查此案，真是荣幸之至。可此案线索甚少，暂时搁浅，要从何查起？听苏博士的，吴某定全力配合。那说说吧，近来可有人口失踪案？雍州府地境人口密集，这丢人的事自是有的。那我问你，有没有把人脸剥掉的？还真有，昨天刚向杜长史禀报过。快，带我去验尸。即颈部以上、头皮以下一并被剥，伤口处卷曲有血印，应是趁人昏迷未死之际，甚至是醒着时剥下的。伤口齐整，应是惯犯所为。他是个舞姬，这种轻浮放荡的货色，在自己的住处被杀，应属情杀。可找到他的情人？找到2个，可作案时间都对不上。那何来情杀之说？雍州府大，案子多，他的身份如此，本参军确实没重视，下面的人也怠慢了。不过苏博士，公主命你来雍州府，不是为查一个舞姬的吧？舞姬又如何？难道不是大唐的舞姬？你一个随从，竟敢这样跟本官说话！你，哎，武参军，我这个随从心直口快，多有得罪，但他说的对。带我去死者的住处看看。叫上喜军。苏无名，这里虽属平康坊，可算是偏僻所在。院内有什么动静，外面也不易察觉。义兄，画好了。最怕邻里发生这样的好事，我都想搬走了。我一梅画的像吗？像，太像了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眉眼最会勾人了，我都不敢让我家男人多看他一眼。哎呀，画的太像了。这什么？有劳一梅了。何人？哪里跑？
跟他们3个是一伙的？武参军，误会了，这3位是苏某的故人，赫赫有名的长安县3大捕手，老贾、老罗、老刘。赫赫有名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没听说过？不能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那是因为你才来雍州府不久，所以才。这3位在长安红茶案、参天楼大案、成佛寺魔王托壁案上，都立了大功。既然是官家，为何如此鬼鬼祟祟？可说呢，你们仨这是什么情况？听说苏少卿回了长安，我等特来探望。可此方非长安县所辖，故而穿了便装。苏少卿得罪过不少权贵，也不得不防啊。是啊，是啊。你看，真的是误会了。哎，你们仨，这位是雍州府司法参军武文斌，还不见过上官。见过武参军。那你们叙旧吧，若有重要线索，吴某再来配合。武参军慢行。苏少卿，一向可好？吓我一跳。好，不过我早就不是少卿了，以后你们可以叫我苏博士。博士，级别啊？这个不让说。哦，反正呢，就是替朝廷督导雍州府办些大案。我的娘啊，那得是多大的官啊！恭喜苏博士高升！同喜，同喜。此女美艳，即便是在长安有这样一张脸，也算是极为出众了，对吧？帮我找到她。放心吧，苏博士，身为大唐的捕手，保护长安城，我3人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有贾罗刘3位壮士，是长安之幸，百姓之福，请受我等一拜。曲老板，让娘子与我们同饮，不好吗？是啊，这实不相瞒，与诸位聊生意聊了这么久，一直都没有进展，娘子忧心，所以没有这个兴致啊。哎呀，生意好说呀！今日曲老板诚心请客，哎，这就定了吧？我也，可定否？可定，可定，定。那曲某敬3位老板一杯。来。姓屈是个商人，才买下这处宅院，第2天就搬了过来。他原本住在敦义坊，因嫌弃娘子丑陋，从来不准见人。可搬过来之后，天天在家宴客，都是娘子待客敬酒。见过的邻居啊，都夸娘子美貌，听说还能歌善舞，长得
就像那画上之人。查得这么细，1年不见，3位更神通广大了。过奖。不是我们神通，是暗探厉害。暗探？当捕手的没几个暗探相助，怎么捕贼吉凶啊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今天你们找到我，也是暗探给的消息啊？两人。娘子，娘子，今天晚上都是仰仗你呀！难死我了！使不得啊，娘子，这可是我花3块金饼买回来的。我今天帮你做成了生意，你已经赚了很多金饼，痒死我了！我要把它撕了！哎呀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我知道娘子辛苦，只是这张脸我是真喜欢呐。你一直带着它，我这辈子一定待你好啊！你到底是喜欢我，还是喜欢这张脸？知此两小，你我夫妻当尽情欢愉，不要想这些没有用的嘛。哼。娘子。大侠饶命啊！有话好好说呀！大侠饶命啊！饶命！饶命啊！大侠，金银小的油你们统统拿走，留小人一条狗命啊！混账！以为爷是盗贼？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长安3大捕手在此。作奸犯科，今日拿你是人赃并获。看，这位是苏博士，管着整个雍州府的大官，有先斩后奏之权。不想死，给我老老实实招供。我招，上官，小人何错之有啊？里面的人已经招了，那张脸就是他给娘子换上的。那张脸的主人是平康坊的武姬，你杀人剥脸，如此残忍，该当何罪？小人冤枉，小人冤枉！这张脸是小人花3块金饼买回来的，向何人所买？哎呀，不知其姓名，可见其相貌。见过。封锁消息，把这个姓屈的押送雍州院。是，不是上官？走，小人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小人冤枉了。肃请喜居华夏。上官，我可是长安城乃至大唐最好的阴阳商人。怎么样？看看我带来的货吧！啊，诗人。行商，将军，选一个吧。还是这张好啊，年轻、俊秀，还有几分阴邪。我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。可是这张脸，你不能再用了。你的主人让你把它换了。他不是我主人，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，谁也不能摆布我。我要主宰我自己的命运。哎，对不住，说错话了。那毕竟人家是金主嘛，看在人家出的金银的份上，您就换一张吧。不，这张脸我很喜欢。你滚吧！
拥有多张面孔，可随时变换出女人的脸，但多以这张为主。哎，都过来看看，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，从未见过。干这种勾当的，多半住在鬼市吧？老费，费老神医，是想看病。你都这样了，谁找你看病？来，帮我看看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百变郎君。百变郎君，当时你们提到阴阳商人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他了。在鬼市干这一行，最有名的就是他了。当年我混迹于鬼市的时候，这老妖精已经很有名了。他这张脸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苏博士，一会儿到了鬼市，可别被吓着了。多谢提醒，苏某不是第一次来了，武参军也不是第一次来吧？那是，在长安做司法参军，这鬼市，时不时就得走一走。百变郎君的住处就在鬼市阴山背后的土地庙旁。探子说，他这几天都没离开过鬼市，所以今夜当有收获。哎呀，武参军，你连夜就查得这么清楚，真是雷霆手段，苏某佩服。苏博士，哎，吴某不太明白，这阴阳商人和天子魏承义遇袭一案有关联吗？有无关联，现在还不好说，真不好说。就是这儿了，你们在这儿等我，我去把人带出来。哎，等等，我看这样，咱们还是先文后武，我们俩进去探探虚实，你在门口接应埋伏，如何？就依你。哎，走。主人可在否？在下是来做生意的，就直入内室了啊！把脸遮住。哎，您老就是百变郎君吧？哈，是这样。这个是我大侄女儿，原本面容姣好，可不幸遭遇了火灾，就烧成这样，嫁人都嫁不出去。这不，来找您老相助。可知价格呀？知道。3块金饼，都备好了。那就选吧。
选一张吧。大侄女儿，有中意的吗？不要不要！我听说这些都是从死人脸上扒下来的。胡说，那都是谣传。当然是谣传了，死人脸上剥下来的，能有我这么娇嫩鲜活吗？哎。之所以是要3块金饼，是因为要活剥人皮，得之不易呀。畜生！那些女孩年纪轻轻就被你……哎，莫冲动。改变郎君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卖过这张面皮？这经手的太多，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，我砸死你！樱桃，我看还是先将其带回宫下详审吧。武参军说的有理。陆凌风，怎么了？义兄在鬼市被那人面凶禽抓走了。我已派人全城寻找苏无名，可有消息？暂时还没有。都怪我，那鸟长着张人脸，还会发射弩箭，实在是猝不及防。那本已落网的百变郎君，也趁机逃走了。自责没有用，加派人手，城外的郊县也不要放过，全力搜寻苏博士。是。怎么样？可有义兄的线索？人是在鬼市出的事，我们就从鬼市查起。西君，你留下来照顾好老费。其余人随我去鬼市。朝霞染南山，朱雀金鳞摘落人间。横刀去江畔，栀花拂风寒。定睛看。色照拂尘轩，锦绣芳身觅胸弯。时凝娇生汤圆，你眸中刹那灼风烟。南山，周阙里长天，天界线，了却不平时，
要还。宫城去，归云闲，玉龙烟把映当雪。武陵外乐悠远，武陵少年醉。